好，刚才讲完这个 handling 以后，现在来讲这个月亮的程序部分。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。比较简单的版本是，我会跟观众分享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，然后 setting 完在他手上盖一个月亮以后，我会说手帮我握起来，反过来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想象这个圈它像是一个太阳。所以当太阳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想象你的手是地球，这边人是白天，而地球会自转嘛。现在你的手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那当转到这边的时候，这边的人看到的就是黑夜，所以你慢慢的把手打开，看到就是月亮。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演法。当然，在表演影片里面有比较完整的程序，这边我就简单带过。这个就是你不用 force 月亮，你直接就是用你的引导让它去合理化月亮。那在这个演法基底下，剪子有提给我一个好的想法，就是因为在讲地球月亮嘛，所以也可以用自己的手电筒或观众手机的手电筒跟他讲说，好，如果这是地球的话，现在阳光在这边照，那地球会自转，所以现在这边看到的人是白天，但是你这样慢慢转，你会发现你的掌心刚才照得到光，现在照不到光了，所以它就变成黑夜了。你打开来，它就变成月亮。加入一个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的闪光灯。是，这是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，给观众视觉动态更多的一种表演方式。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另外一个，是如何让观众自己讲出月亮。这个如果你敢做，然后做到了，效果很强。是。对，我自己的做法是，我的台词是一样会分享说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游戏。然后我小时候玩这个游戏的原因，是因为小时候我妈会给我画画，然后会让我看着天空的各种东西，我会画一些简单的图形。然后我会举2个例子，我第一个会举太阳，我会说，好，你想象这个圈，如果在旁边加一点一点一点的，就是什么？我会问观众，最好是他 get 到你的意思，他马上讲出太阳。是，然后我会说很好。或者是你想象这个圈它变成这样一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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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它会像是星星。讲太阳讲星星以后，其实很直觉会下一个会想讲月亮。所以我会假装很轻松说，比如说我会想象它变成太阳，或想象像这样是什么？是星星。那或者什么在天空中还有什么？它就很容易讲出月亮。当然它有可能讲出云或别的。好，我现在要讲，假如观众在这一步，你已经盖完月亮了。但是你的这个 force 没中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比如说，来你借我把程序稍微走一下，就是我小时候喜欢这个圈圈，现在你自己也盖一个圈圈。是。好，盖完以后手帮我握起来，对，转过来。好。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会想着这个圈圈，如果在它旁边加一点一点一点，它就像是太阳。如果我想象这个边变成这样一角一角一角，就是星星，对，就是一些天空上的东西，或者是比如说你会想到什么？还会在天空中，云呢？云，比如说云，我小时候就会做一个这样的想象，就是我会把手握起来，然后慢慢的翻过来，再想象它会不会变成云，会不会变成云，会不会变成鱼，然后打开，当然不会变，我会用他讲如果不是月亮的话来做一个这个。然后让他以为要变了，结果没变，然后才跟他讲说，所以刚刚我们讲说，有云嘛，有太阳，有星星，还有什么，去推这个，所以就很容易会出现月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是，对，其实确实就是太阳、星星、月亮、云，是最容易想到的。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讲太阳，再讲星星，然后要他讲下一个，很容易就会讲到月亮。对我自己试过，大概。就是7、8成是可以中的，7成。对。然后我在表演的时候，比如说观众讲出月亮，你 force 中月亮，我会假装忘记他讲出月亮，我会说好，我现在邀请你体验这个想象的过程，因为我觉得很有趣，所以你帮我仔细感觉你手上那个刚才压印，我会慢慢这样转你的手，你仔细去感觉你手上的压印，你想象它会开始有一些变化，它很细微，只有你感觉到，你要仔细感觉。我会补这句话，所以他会真的很认真去感觉手上的压印。然后比如说在表演影片里面，你们会看到有些观众他都会说，对，有感觉，对，因为他自己相信这件事嘛，让他去想象，很像是那个东西即将在变化，然后慢慢的转，慢慢转，有感觉到吗？有感觉到吗？然后仔细感觉，然后我会说，你刚刚说了一个什么？月亮吗？你是说月亮？好，你手慢慢打开，就是我会假装忘记他说了什么，好像是真的很随机，然后现在才补问他一次，让他自己再讲出月亮，然后打开。去强调月亮真的是他自己讲的，
这个重点。对，以上就是我当时剪纸跟我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想到，如果有一个月亮，我会觉得非常有趣。这样。好，这个就是 Sean Zhou 瑞祥的 Moon Impress 的应用。